其实我国有相当多的 UFO 事件。在1997年呢，我国北方的大同市呢就发生了一起 UFO 坠毁事件。除了离奇呢，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释。UFO 呢定义为不明飞行物，有人认为许多的不明飞行物事实上就是外星人的飞行器，但时至今日呢，尚未发现可信的证据。许多不明的飞行物的照片经专家鉴定更多都是骗局，有的呢则被认为是球形闪电，但始终有部分的发现根据现存科学的知识还是无法解释的。而未经查明的空中飞行物呢，国际上通称为 UFO。今天呢，我们就要讲的是一个部队解密的 UFO 坠毁事件。以下呢，故事非常玄幻，大家当故事听听就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大家好，小唐。故事呢就开始于1997年的夏天，那是在中国大同市的郊区发生的一起不明飞行物的坠毁事件。坠机的地点是当时驻同的28军区的驻地。由于当时的保密以及后来的历史的原因呢，这一事件呢被长期的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根据目击者的描述回忆那是在1997年的夏天的晚上11点，外面下起了一场大雨，还伴随着一道惊雷。慢慢的呢，雨基本就停了。是一架小型的碟状飞行器，外形呢有点像电视台收发信号的那种大锅子天线，外形是银白色的，但体积呢比那个电视锅要大上好几倍，大约有6米长，2米多高，没有科幻电影里演的那么大。他说当时我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我还用手电照了照它，它就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光芒。当我想看清楚那是什么情况的时候，突然那个光呢它又熄灭了。而目击者说呢，飞碟在距离营地的洗手间呢大约10多米处坠落的。就在这个圆盘飞行器的外面，当时还趴着2个身材矮小、满脸毛发，很像是老鼠，但是嘴巴又不尖，头很光，头上光秃秃的，连一根头发都没有，长得很奇怪的生物。那么他们鼻子扁扁的，大大的嘴巴，还有一双很大的眼睛。他说当我走近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人躺在树枝上一动不动，似乎是死了一样。另一个抬头看了我一眼，用一种莫名其妙的语言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而且他说话还很大声，可是我却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他说我当时发现他们的时候，我不是一下子就走过去了，因为我害怕，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所以离他们有点远，一直看着他们。当时那个活的生物看见我的时候，还向我做了一个手势，示意我过来。他说我就颤抖着一步一步的就慢慢挪过去了，这样也代表我对他不会构成任何威胁了。他的手中却握着一个古怪的玩意儿，那看上去像是一把儿童的小玩具枪一样。不过他说我一看我就知道这一定是什么新科技的武器等等。他说我怎么会赶上前去呢？就是因为自从我参军以来，我被教导遇到危险呢一定要往上冲。他说那个生物他当时说话的时候是断断续续的，应该受了很重的伤，但是说话的声音却很洪亮有力，他的声音是从那个嗓子里出来的，所以我能够听到就像是人在说什么，但我却听不懂。当我颤抖着慢慢挪到他附近的时候，他突然伸出了左手握住了我的手，而且很有力气，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我看见他的手上是有毛发的，我用左手在他的右肩上轻轻地拍了拍，而他身上的银色的衣服很冰凉。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想让他明白，意思是你没事吧？也不知道他听不听得懂。我说我喊人来救你。说完呢，我就立刻抛下了这个生物跑回了营地，我去找人了。当时我叫起的是一个已经睡觉的训练我开车的一个班长，而班长是大同本地人。当时我带他过去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一幕就吓了一跳，赶紧立刻又跑回了床上。然后他跟我说让我别多管闲事了，赶快睡觉。我知道他不想插手所以我就找了负责院子里巡逻的警卫的那些班长，然后我告诉他们后院掉下来一个飞碟，我看见那个物体了，然后用手电当时一照，还有奇异的光。可是当时他们谁也不相信，还笑我。我说你们不相信你就跟我一起去看呀。当我把他们带到那个 UFO 面前的时候班长就问道，那到底什么东西快趴下。我被他那个喊声吓了一跳，我看到他们都很害怕，我也很害怕。于是呢，我趴下的时候对他们说这件事情你们还是向上级汇报比较好，而且这里应该也没有我什么事了，你们自己解决吧。于是我连忙跑到自己的房间上床睡觉，可是我又怎么睡得着呢？那天凌晨3、4点的时候，我迷迷糊糊的就听到院子里有车辆的声音，还有各种灯光，看样子呢他们是要将这个玩意儿给拖走了。而奇怪的是2天后呢，原来教育训诫违纪战士的那个紧闭室居然戒备森严，被加强了警戒，不允许任何人接近，像是里面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一样。估计当晚呢，警备连的巡逻战士上报了首长之后，来了很多人，也来了抢救外星生物的医生，所以大家7手8脚的收拾现场，把飞碟抬上了汽车拉走了。而受伤的外星人不便于太远移动呢，就在后院附近的禁闭室设立了临时医护小组来救治这个外星生物。
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们也没有按照惯例出操，整个军队大院里面的人全部都搞内务，待在各自的连队不准出来。而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是和昨天晚上发生的那个奇怪的飞行器和未知生物有关。而28军主要的领导很有可能也过来看这2个外星生物。回忆当晚事故的现场呢，这个飞碟就像是一个碟子停在地上，它还有冒烟，现场有比较刺鼻的气味，倒下来的树就砸在这个飞碟边上。当时没有注意看飞碟有没有窗户，因为我过去的时候2个外星生物已经躺在飞碟的外面，而飞碟的门开着，我只是大概的看了一下，没敢深看。能动的那个外星人在门的正前方，离门很近。当时我注意力集中在那个外星生物身上，所以内心当时是战战兢兢的，生怕自己会出什么意外。而这2个外星生物当时一个是趴倒在地上的那个树枝上一动不动，另一个是趴在地上还能够抬起上身跟我打招呼，还能说话。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们的脑袋会不会受伤，因为刚才的冲击力很有可能会伤到他们的大脑。而他们的身上呢，穿着衣服都是银白色的，我摸了一下很凉，不知道是不是宇航服。而趴在树枝上不动的那个还戴了帽子，说话能动的这个没有戴帽子，因为他是趴着，所以也不知道比较精确的身高，但觉得他们很矮小，身高也就是到我的腰部，而我的身高呢是1.75米，故推测这2个外星生物的身高是1米。而天很黑，也看不清他们的脸，只是看到他们的身体在不停的摇晃。印象中他们的整个脸型的轮廓有点像老鼠的样子，满脸有点毛茸茸，而手上也长毛，没看到尾巴。脸呢比较圆，比人脸小。而当事人当时才17岁生怕这件事情给他带来更致命的影响，所以他一直也不敢声张。当时他说他还问了这个外星生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我也没有听懂，但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我就在另一具不动的那个外星生物面前停了下来，仔细的打量着他们穿的装备，从来没有见过，很像是科幻电影中的衣服。而活着的另一个含糊不清的说了几句话，我始终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又过了2天我向一个和我关系不错的战友打听了一下这个事情，他很诧异地问道说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说你别乱说，否则会被开除军籍的。和他谈过之后呢，我就不再提这件事情了。第2天呢，只有吃过午饭之后我们才能够自由活动嘛。所以他说我当时就溜达去那个事故现场看了一下，发现那2棵树并没有被挪走，而是被挪到了墙边。我们平时用来打乒乓球的那个石台呢，也被砸毁了。现场呢，到处都是泥泞的脚印。当我走近的时候呢，还能够闻到一股恶臭。据说呢，这2个外星生物在治疗完之后就离开了，而那个 UFO 应该是当天晚上就被带走了。因为军方高层都知道这艘 UFO 的研究价值，生怕呢再来外星生物而把这艘船带走，所以他们迅速将这艘 UFO 拖上了1辆卡车，最后带到哪里去研究呢，就不得而知了。而1997年呢 ，UFO 在中国的上空频繁活动，其中有宇哥之前讲过的空军遭遇隐形不明飞行物被雷达追踪的事件。而最高潮的事件呢，就是这年的7月，在大同的28军的军区大院里坠毁了一架 UFO。而现场发现呢，有2个小灰人，部队回收了 UFO， 救治了这2个外星生物。紧接着在1998年10月河北沧州也发生过一起UFO 事件。风和日丽的一天呢，璀璨的流星划破天空速度虽然比不上陨石，却也快得让人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沧州的一座空军基地的一名值班的雷达监控员就看到了这一幕，他顿时眼睛一亮，因为雷达上出现了一个未知的东西。对于监控员来说，雷达警报是很常见的。不过在训练结束，所有的飞行员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这样的警报声在控制室是很少见的。他们很快就向这个总部汇报了。在监控室的人给总部打电话的同时呢，刚刚结束工作任务，走在回家路上的空军少将呢，因为亲眼看到了这个天空中的不明飞行物，而迅速的也回到了指挥部。由于这是平时训练之外的空情嘛，所以大家都高度戒备。那么这个在河北沧州的空军基地上空飞跃的不明飞行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到了监控员的电话呢，空军少将立刻对值班员下达指令，立刻通知航空公司询问有没有民航客机经过我们的控制区域。他在打电话那里得知没有，少将立刻就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在军队目前没有进行训练的时候呢，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有没有可能是国外的侦察机呢？沧州距离北京只有200多公里如果敌人的侦察机装了导弹，那就太可怕了。虽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但无论如何呢，都要阻止它，这是他的责任嘛。他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命令，所有的人进入1级战斗状态，给2架歼6战机呢装上了弹药，随时待命。按照总部的命令呢，小刘、小胡2个人第一个飞上天空，准备拦截。随着2位驾驶员的起飞呢，其余的驾驶员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随时待命呢，在需要的时候升空参战。而雷达上显示呢，这个不明飞行物已经抵达了沧州北部30公里外的青县，然后再也没有前进过。他们呢，立刻以最快的速度就追赶了过去，务必要在它驶入北京之前把它拦住。
少将老李呢，在这个飞行物经过这个空军基地的时候，就已经看清了这架飞机的模样。他说，从地面上看，这架飞机呢像是一朵小小的蘑菇，上面有一盏灯，灯照亮了整个天空。由于那个东西的光芒实在太刺眼了，所以它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光球。但是幸亏那天的天气还不错，仔细一看才能够看清那东西的形状。这2个飞行员全速飞行了一会儿之后，终于抵达了秦县。按照雷达显示的方向和高度呢，他们很快就发现了那架飞行器。这时候2个飞行员从高空俯瞰，可以清楚地看到飞行物的模样。它是一个圆形的，上面是一个半球状的穹顶，看起来像一顶帽子。下方呢有一排灯光朝下照去。等他们要靠近那东西的时候那东西已经在青县的上空盘旋了一阵时间了，似乎它在监视着什么。当2架歼六飞到了飞行器附近，想要近距离观察的时候却在距离那艘飞行器还有4000多米的时候，对方就以非常快的速度垂直向上飞去。它的飞行速度之快，让2位见多识广的驾驶员大吃一惊。因为它几乎没有任何的加速，就这么腾的一跃将自己的高度就提升了几千米。而2名飞行员心中一惊，不过他们没有放弃，也继续向上攀升，向着那个不明飞行物的方向飞去。不过在他们开始上升的时候，他们还能够看见那个飞行物，但随着他们的上升，飞行物突然不见了。于是小刘就在空中绕圈想要找那个飞行物，却发现那架飞行物不知道何时呢，已经到了他们的头顶上，而距离他们呢只有数百米的距离。小刘立刻就发现他所在的地方很有可能会被飞行器击中，而飞行器上还有一道朝下射的光束，如果这道光束能够引导导弹的话，那就麻烦。所以小刘小胡2个人立刻就拉开了与飞行器的距离，假装是要逃跑，就是要把那个飞行器给引过来，然后再寻找机会呢占据主导权。然而飞行器果然上当，就朝着远去的那个2架歼六战机追了上来。小刘小胡看准了一个机会呢，一个后空翻。在这个正常的空中战斗中2架飞机完全可以在空中翻到对方的身上，以占据优势嘛，然后瞄准对方。然而小刘怎么也没想到，等他把飞机后空翻的时候却意外的发现对方反而是在自己的上空。这反应速度简直让他大吃一惊，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飞行器。而飞行的速度虽然很快，但却没有立刻离开，反而在天空中继续盘旋着，似乎呢他们随时会发生一场空战。在一番激烈的纠缠之后呢，驾驶员成功的就锁定了那架飞行器，并向总部少将呢询问要不要开火。但考虑到还没有弄明白这架飞行器的来历呢，少将还是决定先不开火。经过了数轮的追逐飞行器忽然开始垂直上升，而我方的2架战机紧随其后。不过双方的飞行速度差距实在太大，因为我们的战机在12000米的高空中，对方已经上升到了2万多米的高空了，这是我们的飞机无法看到的。而小刘和小胡看到飞机上的燃料所剩无几呢，便决定先回去了。然而雷达探测到呢，这个不明飞行物已经脱离了低空探测的范围，飞向了更高的地方，所以后面的预备的2架战机也并没有起飞的必要了，这才结束了紧急的空勤。后来呢，空军方面就派出调查员前往沧州空军基地进行了调查。除了那一夜的执勤人员和1位少将呢，以及2位飞往青县的飞行员之外呢，一路上的村子里的数百个村民他们都亲眼所见。他们从外形上描述应该和前面提到的差不多，而飞行员小刘和小胡则详细的描述了不明飞行物的外形。根据他们的说法说，这个东西的外形很像我们经常在电视上见到的 UFO 飞碟。最奇怪的是，从它的下面射出来的光线有红的有绿的。我们通常看到的光速呢，都是一道光嘛，向外射向很远的地方。虽然光速会越来越淡，人类的肉眼是看不到边际的嘛，但是这艘飞船所散发出来的光芒是截然不同的。它是在离开了光源一段距离之后就停止了，像是一根被限制了长度的柱子，而肉眼可以清晰的看到尽头，它可以控制光的距离。而调查员们第一次碰到了这种情况，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飞行器可以将光线控制得这么好，就算有呢，也是实验室中的小规模实验，根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熟练的使用嘛。所以调查人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建造这样的飞行器。而最近几年呢 ，UFO 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每年有数百万计的 UFO 目击报告。不过对于 UFO 的研究呢，只能等未来的科学，因为目前以我们的技术仍然无法证明 UFO 和飞碟的存在嘛。所以以上呢，大家当故事听听就好。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不要忘了订阅与关注宇哥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